首先，我想说，今天分享的专题很重要，可以解释我多年以来的一个观察：为什么大街上你见到的大多数中国人脸上是没有笑容的？而且，为什么在中国文化中会有“好人不长寿，恶人活千年”这句话？做毕业论文时，曾经我想把中国人为什么不爱笑作为我的毕业论文的专题，因为从初中就喜欢看欧美电影、电视剧，感觉欧美文化下的人大多数笑容灿烂。后来因为论文指导老师要求做学校提供的几个专题之一，就没有做自己想做的这个专题。但这个疑问依然存在，那就是相比较欧美文化下的人，为什么中国人的脸上很少有笑容，甚至常常你能感觉到敌意或者恶意。而且我后来还发现，中国文化下的人很容易把别人的行为做出恶意动机的推测，也就是多把别人想成坏人。就像武志红先生多次提到的这个例子，在这方面最经典的故事，在我的记忆中是电影《杀死比尔》中的。影片中白眉道长曾和少林寺方丈打招呼，方丈没理他，人家很可能没注意到，白眉也想到了这种可能，但还是觉得受到了奇耻大辱，然后把少林寺给灭了。好，后面是这本书的分享内容，你听完后我们可以在评论区讨论。人之初到底是性本善还是性本恶？一个人身上的恶行是怎么产生的？为什么说人们之间的恨意常常是自己心中的魔鬼向外投射的结果？如何觉知自己心中升起的恨意，进而转化这份恨意？中国文化下为什么阴谋论盛行？阴谋论的荒谬之处在哪里？今天我们继续读《巨婴国》这本书。今天的读书章节中有以上问题的答案。今天我们读到的是虐婴少女天生坏种，觉知敌意的想象游戏，转变你的敌意想象游戏，阴谋论的心理逻辑，这4个专题。想听更多的内容，可以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读完这本书之后，我还会就解读中国文化这个专题去分享更多相关的书籍。我们共同查杀掉自己头脑中的中国文化病毒，在个体层面做到文化出埃及，早日跃迁到现代文明的状态。让我们开始吧。虐婴少女天生坏种，孩子是无邪的，人身上的恶是随着年龄逐渐长大，在万恶的以利益为主的社会中沾染的。这是一个深入人心的说法，但它是错的。太多例子可以证明这一点。比如2013年12月份爆出的重庆11岁的小女孩虐待1岁多的婴儿圆圆这一事件，其中的恶让无数成年人感到恐惧与战栗。她在1楼进电梯时，与圆圆和圆圆奶奶李女士相遇，李女士先出电梯，她抱起圆圆拦下了她。电梯关闭后，她立即残酷地虐待圆圆。她将圆圆拉回到她25楼的家，涉嫌将圆圆扔下楼。她出门正好碰见到25楼找孙子的李女士，对她撒谎。她离开李女士，下楼将圆圆从原坠落处搬到远处，以掩饰罪行。整个将一个鲜活的幼儿险些虐死的过程，也就5分钟。当只有她和幼儿在时，这个11岁的少女是极度疯狂的，但一有别人在场，她的智力又是高速有效运转的。一个刚过10岁的少女，怎么可以如此阴险而从容？一个简单的答案是，她可能有品行障碍。品行障碍可以说是我们常听到的反社会人格的前身。品行障碍未必能发展成反社会人格，但反社会人格的人在青少年时一定会有品行障碍。之所以不将未成年人称为反社会人格，是因为按照经典说法，一个人到了18岁才能形成人格。但品行障碍和反社会人格的表现很像，有反社会人格的成年人或有品行障碍的青少年，他们的特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句话：他常行恶，也就是反社会。行恶，特别是伤害别人，会给他带来快乐，也就是他们的快乐是建立在伤害别人之上。行恶时，他们没有丝毫的规则约束，可表现得如行云流水一般流畅，因而具备了特殊魅力。他们还有一个特点，也就是行恶时没有利益上的目的，甚至都没有情感目的，就是随机抓住与他们擦肩而过的生灵，特别是柔弱而美好的，比如孩子、宠物或者女人，进行没有底线的攻击。这个11岁的少女的恐怖就是这些特点的展示，并且这并非她首次行恶。邻居说她常划别人的车，多次弄哭小孩子。同学则说，出事前
他曾说想把一个婴儿弄到包里，从楼上扔下去。患有严重品行障碍的少年对社会很容易构成极大的危害，远远被虐于世，远非孤立。如果做相关搜索，你会看到国内外都有大量的少儿虐杀婴幼儿的恐怖事件。他们身上的恶从何而来？现代心理学通过多年系统的婴儿观察发现，婴儿不能说是天使，而是天使与魔鬼的合体，并且年龄越小，身上的那份恶其实越可怕。那些尚在襁褓中的婴儿，他们的仇恨很容易达到想毁了整个世界的地步，只不过他们没有真实的攻击力，所以这份恶造成不了什么后果。可以说，这份恶是天生的。那为什么不是每个人都成了恶人？因为这份恶可以被转化，转化的办法就是爱，首先是妈妈，然后是其他重要的抚养者。如果能和婴儿构建稳定且有质量的关系，关系中充满情感的流动，常四目交对，像深夜的恋人一样传情，常有亲密的拥抱，从不缺乏言语上的赞美，那么婴儿的恶就会得以转化，他身上天使的一面就会成为主导，并初步具备爱的能力。世界是成双成对的，如天使般的婴儿与父母充分的爱一起出现，如恶魔般的婴儿与爱的严重匮乏和虐待一起出现。重庆10来岁少女的恶行，也是与其父母的爱的匮乏和虐待一起出现的。事件曝光后，她的父亲李先生对媒体这样说：女儿很喜欢小孩和小动物，但表达方式有问题。女儿说男孩给她做鬼脸不友好，所以踢打男孩。伤害男婴是女儿表达感情的方式，她希望男婴对她笑，对她友好。她的妻子平常会打骂女儿，多少对女儿的性格有影响。这些话大家一听就会知道大有问题，因为情感冷漠，没有歉意，没有痛苦，没有内疚。品行障碍与反社会人格的核心缺陷是缺乏共情能力。共情能力可以简单理解为同情心。这位父亲明显缺乏同情心，假如他妻子也是如此，那他们养出这样的女儿不足为奇。许多研究将反社会人格的原因归为天生坏种，比如说是大脑创伤，甚至是基因问题，也就是他们有了不可逆转的生理原因。精神分析则倾向于认为，反社会人格的创伤发生在婴儿时期，甚至是婴儿早期，也因而疗愈会变得极其困难。这两种说法都表达了一种无力感，也就是我们对反社会人格做不了什么。那么社会矫正系统能发挥作用吗？难。那么如果不矫正呢？可以料想，他们的反社会行为必然会延续。所以犯有严重罪行的有品行障碍的少年，不能让他们简单回归家庭，因为他们的家庭没有可能矫正他们。所以司法体系应该改变，对这部分少年的简单处理办法，最好限制其人身自由，直到其反社会倾向得到抑制。改变起来为什么很困难？李先生的话就是答案。从他的那些言辞你可以看出来，在他的女儿眼里，当然很可能李先生也是一样，别人再小的问题也是大问题。比如男婴做鬼脸，对他当作不友好而大打出手，自己再大的问题也是小问题，甚至没问题。比如李先生说，他们的打骂行为对女儿多少有点影响，他们这样做是因为其人格极其脆弱，接受不了自省，自省被他们视为对脆弱自我的致命攻击，会引起自我崩溃。因为这个特点，他们人格结构的自我完善是不可能自动发生的。一个完善的社会体系必须明白这一点，从而放下相关的幼稚做法。在这里我们可以想到去年发生的一个案例，去年发生的河北邯郸3名初中生杀害同学一案，最近宣判了。很多人对宣判结果并不满意。觉知敌意的想象游戏，人际关系特别糟糕的人常常会见到这种心理逻辑：第一，你要按照我的来；第二，否则我愤怒；第三，我的愤怒攻击了你，而你必定会还击我；第四，随后我发现你的种种行为都是在还击我；第五，我很委屈，我没对你做什么，你为什么这么凶？所以我会更愤怒。这可以称为敌意想象的5部曲，是这些人的人际关系陷入严重困境的直接原因。第一步是全能自恋导致的控制，第二步则是因为控制失败而引起的愤怒，
这两步虽然是问题的源头，但关键是第三步和第四步。通常情形下，这第三步和第四步都是他们的想象，而不是现实。现实是对方并没有还击，甚至都不知道你愤怒过。所以有这个问题的人需提醒自己，我的愤怒必被看见，且必会引来还击。这多数是自己的想象，而不是现实。举个例子，一位男士想和一位同事说话，对方没注意到他，所以没有回应他。他暴怒，恨不得扇对方一耳光。这整个过程全发生在他内心里，对方完全没注意到，但他觉得对方看到了他的愤怒，就好像是他是透明的，而别人都是透视眼，随即开始还击他。比如对他越来越冷漠，和别人说话时冷眼瞧他，甚至也很可能是在说他的坏话。他觉得这位同事的还击过头了，很委屈，于是对同事有了更大的愤怒。但是这整个过程，这位同事毫无觉知。不过，同事会感觉到有些东西变得不对劲起来，两个人的距离似乎莫名其妙地变远了。于是同事疏远了他，而这更加让他确信这个过程是真实的。有这个心理动机的人，他的内心里可以说只住着他自己，而没有住进别人，所以他的整个过程在旁观者看来都是想象，但他认定这就是真实发生过的。这从终极结果上看是真的，因为他一直向外投射敌意，所以最终大家会远离他。但每一个具体的过程多支持他自己的想象之物，进而想象塑造了现实。因为他心中只有他自己，但请大家不要认为这叫自私。所以他的内心将世界换成两个部分，他能控制的部分就是善意的，他不能控制的部分就充满敌意。所以他不可避免地去追求控制别人，而一旦控制失败，就会陷入恐慌与愤怒。敌意想象五部曲的前两步就是从这一点而来的。因为他的心中只住着他自己，所以他看待别人时也只能从自己出发。于是他会形成这样的逻辑：我对你愤怒，你必会对我愤怒。其中的你不是真实的别人，而是他自己的一个镜像。当我对着镜子愤怒的时候，镜子里自然就会出现一个同样愤怒的人。这是第三步的逻辑根本。这三步很难改变，即便通过咨询也要花很长的时间才能根本地去转变。而转变的原因是通过长时间咨询，心里真的住进了一个人，于是不再去控制，不再因为控制失败而暴怒，不再因为自己的愤怒而认为别人也会愤怒。不过不要因此而感到绝望，虽然这三步难以快速转变，但其实第四步才是伤害人际关系的关键。而对第四步的觉知可以带来很大的转变。这个觉知概括起来很简单，也就是你意识到你是完全活在想象中的，并把你的想象投射到外部世界，但其实现实世界根本不是你所投射的样子。比如另一个例子，一次开课，一个学员站在我旁边，希望问我一个问题。他是第二个来的，前面本来有一个同学在和我对话，但和前面那个学员谈话结束后，第三个和第四个学员抢上来和我说话，而我完全没有注意到，他就站在我旁边等我。最后他陷入了暴怒，这一刻恨不得把我给杀了。这里需要说明一下，这样的事在我的课上发生过很多次，所以文中的他并不特指某个人。接着他离开了，以后他总觉得我看到他对我起过杀意，所以也会看他有敌意。但还好他也在想，这可能只是想象，于是来找我沟通，才发现我完全不知道整个过程，并且作为老师，也作为武志红本人，我完全能理解并接受那一刻他有杀死我的念头。我对此并没有受伤感，也不会有愤怒。在和我澄清的过程中，他发现了自己的想象和投射，并看到了我作为另一个人的真实情形，也就是我没有愤怒，而且没有受伤。这样的话，在这一次的具体的沟通中，我作为一个善意的存在，就可以住进他的心中，而他本有的我对别人有愤怒，别人也必然愤怒的逻辑，就发生了一点点改变。如果能经常地这样澄清，他的内在就可以发生真正的踏实的转变。类似这样的过程，大量地发生在孩子和父母的互动中。精神分析把这个称为去毒化的过程，那就是本来孩子很容易有愤怒，
又会想象对方和自己一样有报复心。愤怒和报复心作为攻击性都算是毒，但父母没有报复他，甚至都没有从他的攻击中受伤，反而很喜欢他的活力。结果，他的这个敌意想象过程就被净化了。读到这里，我想起了动画片《功夫熊猫》里的一句台词：乌龟大师看出了大龙心中的黑暗面。好，回来。当然，这个过程是发生在比较成熟的父母与孩子之间。如果父母也像婴儿一样，一旦发现孩子对自己有敌意，就觉得孩子严重攻击了自己，于是报复，还逼孩子道歉，那么这个去毒化就不会发生，甚至变成了增毒化的过程。结果孩子的敌意想象就会越来越多，最终出现两种极端结果。第一，因为敌意太重，克制不住，于是脾气暴烈，到处攻击别人。第二，学会了压抑愤怒，但觉得愤怒是毒，所以压抑的太过于厉害，而导致一个人失去了活力。去毒化的过程在现实中也会发生。假如你发现自己有严重的敌意想象，而它又伤害了你的人际关系，那么大胆地去澄清。这时要选择对象，先从你认为有善意的、真诚的且温暖的人开始。如果从脆弱的人开始，比如从一样有敌意想象的人开始，那么本来没有敌意，也可以创造出敌意来。只需几次深刻的澄清，你就会知道，这第四步，也就是别人已经看到你的生气，而且各种举动都在生你的气，这的确是想象。意识到这一点之后，就意味着你对自己的敌意创造过程有了基本的觉知，而这正是你自我改变的重要基础。如果敌意想象的程度很重，并且不相信别人会说实话，那么只是偶尔找人澄清，可能不会带来真正的觉知。而一旦受伤，对你冲击又太大，这时找一个专业人士就非常有必要。这个专业人士要懂得和你澄清的重要性，会欢迎你和他做各种澄清，并且会主动和你探讨你们之间的关系。假如你试着探讨你和你的心理医生的关系，探讨你对他的感知和想象，你会发现心理医生会立即处于防御状态，并一直回避谈论你和他的关系，你和他之间发生的事情，那么他还称不上是专业人士。如果发现自己有敌意的想象，且能承受各种澄清，那么大胆地和各种人澄清吧。这意味着你将走出你的孤独想象世界，而进入到真实的世界。真实的世界本身就是有疗愈性的。敌意会对关系构成伤害，但解决办法绝不是压制敌意。除了澄清，坦然表达敌意也很重要。比如，一个女孩子一直在极力掩饰强烈的嫉妒，但嫉妒还会不时冒出来。她的强烈嫉妒和表面的讨好构成极端反差，这造成很多问题。现在她学会了去表达，也就是我嫉妒你如何如何，但不再因嫉妒而羞愧。这时，她发现多数人对她的嫉妒蛮能接受的，而且因为她变得真诚了，关系反而顺了很多。在亲子关系和伴侣关系中，这是和去毒化同样重要的部分。觉知自己的愤怒，大大方方地表达自己的愤怒，同时又能容人，并能在沟通中转换敌意。能做到这些的话，就太好了。一直喜欢美剧中常见的感觉，犀利地向彼此表达愤怒，但又都很结实，能承受沟通和化解。中国谚语中的不打不相识，也是愤怒在关系中流动后的自然结果吧。最后特别说一下，这个敌意想象中的一个重要心理机制——透明，它通常被专业人士称为读心术，也就是不用沟通，我就可以读懂你的心思，而我的心思也会被你读到。人的内心中有很多黑暗，特别是敌意。如果你有了这种心理机制，就意味着既然别人都能看到，你的敌意将不再有容身之处。但其实理解是非常不容易的事，就算两个人非常有诚意的沟通，都不容易产生理解，还谈什么你不说话我就能读懂你的心思呢？就算佛学中说有他心通这种神通，也是极难修行和练习的。相比起读心术这个词来，我更喜欢用透明，因为很多人的想象、感知和梦中会有各种各样的透明意象。常见的是，有人觉得自己是透明的，有人觉得别人是透明的，有人觉得所有人都是透明的，还有人会梦见自己的房子是透明的。有此意象或感觉的人，
通常会认定自己不用沟通就知道别人是怎么回事，这给了自己掌控感，也就是我了解这个世界。但反过来或许是噩梦，我是怎样，别人一看就知道。透明意象应该是婴儿早期的一种心理滞留。6个月前的婴儿会认定自己和妈妈是同一个人，是共同体，是共生关系，我就是你，你就是我，所以我们都不用沟通，就可以知道彼此是怎么回事。透明是噩梦，也是渴望，也就是我和你可以没有距离地拥抱彼此。这个意象有轻量级的表达，比如亲密关系中的真诚。有时在亲密关系中说实话会造成糟糕的后果，但你觉得必须说实话，不能撒谎，不能玩策略，因为撒谎和玩策略意味着我们之间不透明了，亲密感就降低了，就不能共生了。比如我的一位朋友是一位美女，但有过很乱的姓氏。当交新男朋友时，她都忍不住告诉对方她真实的过去，结果必然是分手。她知道这样有问题，但就是忍不住。她说，如果我不告诉对方我的所有，我们之间就有了裂痕，就不能亲密了。美剧《生活大爆炸》中，佩妮对新搬来的金发美女说，你不能利用这4个可怜的物理学家，他们没有保护层。也就是说，这4个宅男都是有什么说什么，他们不懂得关系中的策略。很有意思的是，这4个宅男都没有走出妈妈的世界，他们对妈妈都是透明的。对于这样的宅男而言，他们会有一种奇怪的矛盾，虽然实诚的不能撒谎，但想和他们真正亲密并不容易，因为他们其实有一道透明的墙。也就是说，在他们的梦中和自我感知中，会觉得自己似乎被罩在一个玻璃墙、塑料薄膜，甚至一层水一样流动的薄膜中，将他们和别人隔开。这是因为他们感觉在和妈妈共生的关系里不能撒谎，所以必须实诚，但他们又惧怕这种关系，这给他们带来被吞没感，所以要和妈妈之间设立一个屏障，但这不能有意识地去做，所以看上去仍要是透明的，但一样可以将他和妈妈乃至其他人隔开，这才是准确的表达。其实所谓透明，仍然是一堵墙，这堵墙是必须的，否则就失去了一切保护。所以真诚的宅男们很难说有感觉的心里话。至于那些觉得自己和别人都有读心术的来访者，在咨询中其实很难说出他们的真实想法，这还可以有其他的变化。比如一位网友说，我妈觉得她什么都不用说，别人就应该知道，可是别人什么都不说的时候，她理直气壮地觉得自己就应该啥都不知道，这简直是我的噩梦。这个妈妈在理直气壮地做婴儿，妈妈必须懂婴儿，而婴儿不必去懂妈妈。转变你的敌意想象游戏，敌意就像是我们内心中的毒，它最初来自失控的魔鬼，来自自恋受损。当自我不够强时，对人性的黑暗与光明认识不够中正时，我们会到处向外甩出内心的毒。碰到内心强大的人，他们会帮我们去毒化，但经常是别人被我们甩出的毒感染，反过来也甩毒给我们，由此导致了各种征战。这个过程很复杂，我们都是全能自恋的龙这一章讲的就是我们如何甩出毒。换句话就是，敌意会激起敌意，而善意会带来善意。我见到很多人，他们出去旅游或做事，经常能化险为夷，遇见各种贵人，甚至很少有人想伤害他们。在我看来，的确是因为他们内心中散发着善意，而周围人也回以善意。敌意激起敌意，说起来很简单，但这个过程常常非常微妙，我们并不容易觉知到。2年前我去北京，为某网站录制一个节目，录制时间从下午2点开始。为了保险，我一早坐8点的飞机从广州起飞，这样11点就到了北京机场，不到12点就到了录音棚。到了那儿，我有些傻眼了。之前我和该网站合作过，知道他们录制节目的地方条件不错。我中午到了，可以找一个房间休息一会儿。我是必须午休的，否则下午会没有精神。但这次的影棚是刚选的，他们也是第一次使用这个影棚，并不了解其中的情况。它比较简陋，根本没有休息的地方，并且我到的时候也没有工作人员接待我。他们本来问我要不要安排旅馆的房间，我说不需要，所以这的确不能怪谁。但我有了被怠慢的感觉，
认为工作人员至少应该对影棚有所了解，但他们都不知道影棚的情况，害我早到了瞎等。于是我给负责接待我的工作人员打电话，表达了我的不满。接待人员是个女孩子，还是我的粉丝，听到我表达不满，有些慌张。虽然我表达完了，也安抚她说没事，但她还是觉得愧疚。然后她迅速赶了过来，陪我吃点东西，也找个地方休息一会儿。最后我们找了一家很安静的咖啡馆，吃了点东西，喝了杯咖啡之后，我坐在椅子上闭目养神，还小睡了一会儿。坐在椅子上，保持身体的中正，感受身体，然后入睡，是我的绝招。这叫主动休息，而普通的睡觉就是被动休息，很不一样。通常主动休息哪怕只有5分钟，就可以起到很好的效果。接待我的女孩很用心，我也不是很难缠的客人，所以我们之间并没有什么不愉快。但是总有各种小小的不顺利发生，比如打车困难，出租车司机认路出现了错误，而这简直是不应该发生的。但都是小小的不顺利，我也没有当回事。直到录制节目前，终于出了一件比较大的事情，要换节目中使用的衣服，而衣服是新的。我穿裤子时，上面有一颗钉名牌的钉子没有取下来，我的手用力过猛，划到了这颗钉子上，一下子在手上划了一个大口子，刹那间鲜血涌出。那一刹那，我突然间安静了下来，清晰感知到，虽然接待人员很用心，但整个过程我一直有强烈的不满。我表面上是个善解人意、好商量的人，但内心里有满满的不高兴。我相信是我的这些不高兴，或者说是敌意，唤起了外界的敌意，结果一路上总是各种小小的不顺利。而这个大口子看似是纯客观事件，但也好像是外界对我的敌意的一种回应。有了这份觉知之后，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我迅速处理了伤口，然后又闭上眼睛安静了一会儿，去觉知自己心中的敌意，并觉知到这份敌意让我的身体一直处于微微的颤抖状态，也就是所谓气得发抖。但这很轻微，如果不仔细感知，会感受不到。我仔细去觉知情绪上的敌意，身体上的颤抖，脑袋中觉得被怠慢的想法，而他们被觉知到之后，就安静了下来。然后我去感受双脚踩在大地上的感觉，感受坐在椅子上的感觉。这样做是为了让身体和中性的存在建立起有链接的关系。做这些工作其实也就花了2-3分钟，但我感觉体内的一份躁动消失了，接下来的事情就进行得很顺利，不再有小小的不顺了。从此以后，我有了一个意识，如果接二连三发生不顺，不管大小，都需要安静一下，看看自己的内心是否有了敌意，然后去安抚它。讲课时我也会分享这个心得，而很多学员反馈说真的很管用，并且之前的确没有觉知过自己竟然这么容易不高兴，这么容易有敌意，而相应地它也唤起了外界的敌意。其实这次我之所以能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一位来访者的咨询起了很大的作用。前面我写过他的故事，他一早上骑自行车去运动，结果自行车没气了，他想修自行车，但因为时间太早，车棚都还没有开门，想找品牌维修店，但人家也没开门。结果不顺接二连三的发生之后，他突然有了被迫害的感觉，觉得所有这些不顺的背后有一个大魔鬼在操纵着。这份想象当时都吓了他自己一大跳。觉知能力像是一个放大镜，甚至是显微镜，可以照出你的内心是怎样发展变化的。咨询的环境会很大地提高来访者和心理咨询师的觉知能力，所以可以照见这件事中自己内心的发展变化，发现这件看起来非常普通的事其实并不简单。自己外在看起来没有多大反应，其实内心在翻江倒海，只是能否觉知到而已。我常说一句话，意识层面微风吹过，潜意识层面波浪滔天，这就是一个例子。最夸张的例子发生在我一次特殊的经历里。当时我去福建南禅寺接受内观训练，仅仅是10天，把手机等交给寺院管理，每天早上4点30分起床，晚上10点休息，中间就做一件事，打坐，感受自己的身体，从头到脚，从脚到头。在这种环境下，人的觉知力会拔到很高的地步。有一次
闭目打坐时，我右侧大腿疼了一下，像是被什么刺了一下似的。如果放在平时，我就会很自然地去抓一下痒，但根据内观的规定，这时身体要保持不动，继续打坐，感受身体。所以我克制了自己想去抓的冲动。几乎同时，脑海里出现了一系列的画面：一只黄蜂叮了我的大腿一下，将卵注射了进去，卵孵化成金黄色的虫子，虫子不断繁殖，大腿迅速腐烂。也就是说，平时痒一下就去抓，其实藏着对寄生的恐惧，但没有能力觉知到这份恐惧，而只有在内观的环境下才能做到。对于那位来访者而言，如果没有咨询的环境，他也不会觉知到自行车坏掉会带给他那么多敌意的想象。对于我而言，和这位来访者的这次经验增加了我对自己的觉知，所以这次录制节目才能觉知到看似平常平凡的事情背后竟然有这么重的心理变化。司马辽太郎的小说《德川家康》中说，德川家康有一个军师南天坊天海，他年轻时法号叫随风，立志于化解诸侯间的纷争，但他所到之处反而让纷争变得更加厉害。后来随着修行的精进，他逐渐认识到，因为内心中充满激烈的敌意，所以无论到哪儿，意识上虽然想做和平的事，但内心的敌意却激发出周围环境更大的敌意，所以他必须先安抚好内心，才能安抚天下。虽然这可能只是司马辽太郎编的说法，但它的确是一个真理。阴谋论的心理逻辑，模糊中孕育着各种可能性，但是模糊中藏着的各种可能性会让人不安、难受，最极端时会让人有失控感。有失控感的人会急着逃离模糊感，寻求确定感，这样才能让自己恢复控制感。各种大事爆发后，阴谋论必然盛行，因为它给了阴谋论信奉者一种虚假的控制感。马航客机 MH370 失联，一直到现在都还没有确定的答案，这会让无数人不安，所以阴谋论更加盛行。特别是各种阴谋论都指向美国，打开某度搜索，输入马航阴谋美国这几个关键字，就会看到如下的消息。没觉得吗？马航就是一个阴谋，操盘者很可能就是山姆大叔。马航失联是美国的阴谋，马航事件美国阴谋，马航也许是美国的阴谋，马航失联美国的阴谋，做好防范。马航 MH370 事件是美国彻头彻尾的阴谋。这些标题已经有点歇斯底里了，但如果打开关于马航事件的任何一个大报道，点开下面的评论，就会看到更加歇斯底里的阴谋论的论调。这些论调都有这样一种感觉，这不是推论，我无比确定这就是事实。美国不是一直都这么干吗？2001年9月，我刚工作时，做的恰巧是国际新闻，没有多久就发生了911事件，然后是美国发起的阿富汗战争、第二次海湾战争等等。那时小布什主政的美国政府对这个世界做的事远多于现在。我做了几年的国际新闻，超敬业的那种，丝毫没有形成美国阴谋论的这种论调，马航客机事件更不会有，但我很熟悉这种论调，所以我预料到一直是悬念的马航客机事件一定会引起更为广泛的美国阴谋论。有意思的是，美国阴谋论不仅是普通网友的调调，一些网络大 V 也有，一些心理学专业人士甚至也有，不过他们表达的特别压抑。或许心理学专业人士怕同行给他们下被迫害妄想的诊断吧，他们意识上也知道这种论调有问题，却遏制不住内心里的倾向。那么心理学上怎么看待美国阴谋论？用我前面的控制和失控的理论来解释是最简单的，也就是马航事件到现在还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这让人很不安，而阴谋论可以让人有一种确定感。为什么是美国？因为将这个世界上的各种灾难，确定的和不确定的，都指向对这个世界影响力最大的国家，将美国归罪成要为一切罪恶负责的恶魔头子，的确是一个简便的归因。但是这种归因是一种不折不扣的被迫害妄想。一个人如何觉知外部世界？美国心理学家科胡特将这一点分成4个等级。第一等级是最好的，是你信任外部世界，并因此可以向外部世界倾注热情。第二等级是次好的，是你将外部世界过度理想化，比如你觉得美国是世界的救世主。第三等级是次差的，
是你将外部世界觉知为一个苛刻的神，他会满足你的一些需求，但很苛刻，你稍有差错，他便会惩罚你。比如邪教信徒。第4等级是最差的，是你将外部的世界直觉为被一个无所不能的迫害者所掌控的。最差的这个等级也就是被迫害。被迫害也可以分为2个等级。第一，你很容易觉知到被迫害，但迫害你的是很多因素，并没有统一成一个整体。第二，你觉得存在一个系统性的迫害者，一切不好的事情都是他干的。这个系统性迫害也就是著名的被迫害妄想。被迫害妄想是偏执型精神分裂的经典症状。患有这个症状的人会觉得他被某个无所不能的人所构建的一个加害系统所监视、所迫害，自己的一切不幸和意外都是他和这个系统干的。严重的美国阴谋论在很大程度上符合被迫害妄想。第一，一切事情都有联系，他们都有一个负责者，美国。第二，美国与各种力量构建了一个简直无所不能的体系。第三，任何敢和美国对抗的力量，比如普京，都好了不起。所以持有这个论调的人会很容易将乌克兰危机、马航客机事件、钓鱼岛争端与南海争端等等联系在一起，并觉得美国是在下一盘很大的棋，是要借马航客机上的中国人转移中国政府的注意力等等等等。作为曾经希望成为国际问题专家的前媒体人，我想说，美国虽然很强大，影响力非凡，但美国的影响力远远不能这么具体而精微。其实这正是持有阴谋论的人在下一盘想象中的大棋。真实的世界里充满了偶然和意外，而头脑的世界里则容易走向因果论，且将各种因素轻易地联系在一起。在这里加一句，只要好好学习一下逻辑学、概率论等知识，尤其是理解了贝叶斯定律，就可以对阴谋论免疫了。好，回到这本书，这样不也挺爽的？当头脑这样想象时，好像整个世界都成了自己头脑所掌控的一盘棋，自己成了那个下棋的人。王小波在一篇杂文中写道，一次他和哥哥去看一个朋友，那哥们儿正站在一张世界地图面前，指点江山，挥斥方遒，想象自己在指挥着千军万马，可以怎样攻下美国等等。这是美国阴谋论者的一体两面吧？其实是有这个论调的人在妄想着如何控制世界，他们将美国想象成一个恶魔，其实他们自己心中住着这样一个想控制一切的全能神，而这个神一旦受挫，就会变成恶魔，一切都是向外的投射。在这里加一句，我们看世界很难做到绝对的客观，我们大多是戴着有色眼镜在看待这个世界。自己的眼镜片是红色的，看世界就是红色的；自己的眼镜片是蓝色的，看世界就是蓝色的。真正能意识到自己的眼镜片是有颜色的，是很不容易的。然后能把眼镜片换成无色透明的眼镜片，则更是很难。好，今天的读书分享暂时到这里。今天我们读了《虐婴少女天生坏种》、觉知敌意的想象游戏、转变你的敌意想象游戏、阴谋论的心理逻辑这4个专题。对于今天的这几个专题，你有什么想法？可以在评论区讨论。期待在下一次的读书分享中与你再相逢。